不错，胡丹丹，别超过一点。连续的机会。韩国拳坛最能打的美少女嚣张来华踢馆，居然放下大话，自己会打烂所有中国女选手的漂亮脸蛋。结果惨遭中国武警霸王花按在地上疯狂摩擦，揍得韩国美少女嗷嗷乱叫，哭爹喊娘，彰显中国力量。随着新时代的变化发展，格斗拳坛早已不是男子专属的一项运动，世界各地的女子都能通过格斗运动来为自己博得更好的前途。这位即将走入擂台的金色短发美少女，就是韩国格斗界出类拔萃的选手康锦熙。康锦熙不仅颜值出众，实力更是韩国女子行列的前3名。部分韩国粉丝还声称康锦熙的颜值要比后边的举牌女郎更加好看。大家可以怀疑韩国粉丝的人品，但是绝对没办法怀疑他们的眼光。紧接着入场的就是中国女将胡丹丹。胡丹丹毕业于北京女子武警学院，是中国实至名归的一位武警霸王花。胡丹丹私下里勤奋刻苦地训练中国散打，就是为了在擂台上打出中国女性隐藏的综合实力。话就不多说了，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胡丹丹痛揍康锦熙，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比赛刚开始，康锦熙就围绕胡丹丹打转。看着韩国美少女的这个举动，大家也能隐约猜到康锦熙绝对在酝酿着什么阴谋，肯定是在想着什么阴招偷袭胡丹丹。下一秒，康锦熙就暴露本性，举着拳头往胡丹丹内围冲去。奈何胡丹丹的重拳可不是吃素的，连续重拳打得康锦熙慌忙缠抱在一起。不得不说，康锦熙这家伙就是活脱脱的狗皮膏药，黏着胡丹丹就不肯松手。康锦熙还不选手呢，战术这一球非常的清晰，还是把对方撂倒。是一个什么打法？他的这个打法呢是一个比较典型。胡丹丹呢曾经在全兴时代的湖中镇战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然后尖锐打击，他的职业战绩9战7胜2负。好，现在我们来看胡丹丹在上体位举着上发，有背后的脚技会出现吗？看看他的裸脚，这个现在这个把位还不是非常合适，现在需要进行调整，双方在进行体姿的一个调整，看能不能做转体，做转体。我们看看，好像胡丹丹的这个胳膊还没有完全的插进去。好，做转体，现在这个做的不是非常到位，对方有可能摆脱。康锦熙在挣脱，对方摆脱了，完成7胜。原以为胡丹丹身为战力高手会在地面上吃大亏，结果胡丹丹一个扭转身形，居然将康锦熙按在地上疯狂暴打。康锦熙的一头金发都凌乱了起来，十分的狼狈不堪。看来胡丹丹也给自己定下了小目标，就是将康锦熙打成猪头，给他安排一场免费的整容手术。起身之后的双方都需要喘息休息调整，尤其是康锦熙还要调整自己脸上传来的疼痛。现在我们来看双方焦灼在这个体位。这是一个断头的姿态，但是完全呢可能用不起来。胡丹丹是想用背摔吗？双方要绞结在了这个全绳围绳的位置。战术的安排，现在对方呢现在还属台赵子阳呢也在观察双方在僵持的过程当中，他的体位处在什么样一个状态？现在看来，这个2个选手之间的旗鼓相当的比赛，有可能是一个回合难以解决对方难以解决问题了。但是这要打15分钟啊！哇，动用了手指，因为戴着分指手套，这个女孩子的功夫还是抓脸抓住。这是严重犯规的犯规，有可能会被罚下。你不能抓脸啊，这是有严格规定。哎呀，在抠着眼睛，哎，绝对不允许犯规，很可能会轻人犯规的。康锦熙好顽强的19岁的韩国妹子。比赛来到第2回合，康锦熙还是围绕自己上回合的碾打战术给胡丹丹施压。经过首回合的拼拳换脚，还有地面缠斗，双方已经多多少少了解到了自己对手实力几斤几两。康锦熙也明白自己拼战力不是胡丹丹的对手，只能想方设法来到地面缠斗，才有降服的机会。不过胡丹丹可不想让康锦熙这个粘人精接近自己，只能打出更凶猛的招数，试图逼退康锦熙。现在呢，他们双方的比赛在擂台之上呢，吸引了现场几千名观众的眼睛。在这个绳圈边在比赛规的规定呢，不能用这个手去抓对网或者是绳，这样呢会被裁判提示。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自己的能抓过去。是的。现在呢，看起来就是胡丹丹还是有一些被动了。危险了，胖爷现在也没办法，我摔不倒你，是吧？因为对方是想把你撂倒。所以看到胡丹丹呢，他还是尽量避免啊被对方缠倒在地上。
但对在地面的缠打呢，应该说他不是最好的选择。你看这个康锦熙为了摆脱胡丹丹的断头台所系，只能半摔胡丹丹，在地面缠斗上想办法。一旦来到地面上，双方的这个位置可不太好，如果太接近擂台边缘，裁判就会出手将双方安排到擂台中心。这样一来，胡丹丹的战术就会被打乱，给康锦熙挣脱的机会。看来康锦熙并不是在无脑的发起冲锋，还会动脑筋，利用比赛规则进行争夺比赛主导权。非常有趣的一件情景，因为那个被动一方啊，往往是逃到外面去避免打击的。赵子阳就把双方给拖回来了，这是比赛规则的一个规定。现在牢牢的还控制住这个康锦熙的脖颈，这个断头台的体位还是有的。这是用围城打这种比赛的一个特点。如果咱们围绑的话，你就跑不了，你只要这个你根本就跑不了。现在挣脱出来了啊！至于上方，胡丹丹的臂力是有太吃力了，还是被挣脱了。对方是用肘，在这轻松击打，康锦熙，而且对方还很耐心。康锦熙现在连续我来击打，要护住自己头部，危险啊！十字固，好，就地18滚的哦，但是软了，三角锁，锁没锁好。但是现在已经成型了，现在危险，胡丹丹要挣脱，危险，头部危险，三角锁，还是相当危险的。胡丹丹要现在踩上裁判非常紧张，这个时候危险了，容易出危险。康锦熙现在双腿夹住了胡丹丹的这个三角锁，这个三角锁，这是个蟒蛇脚。赵子阳也是，你在把身体拉直，让胡丹丹呢现在面临考验。现在该怎么样的危险的情况下，就比竞技赛来进行挣脱？可能还是没死。经过长达2分钟的地面缠斗，双方的身位扭成了麻花状，谁也不肯让步。一旁的裁判也是看傻了眼，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过并没有出现违规动作，只能让擂台上的2位美少女继续发挥。胡丹丹与康锦熙都在拿着对方的手臂，极力争取用十字固降服对手。此时就看谁先体能耗尽，自己松手。对，一旦让对方把这个腰位展直了，就。现在双方呢，除了这个技术啊和非常冷静以外呢，心理品质也是严峻的考验。胡丹丹也在用锁，互相之间锁住了。掉了康锦熙的，就看胡丹丹接下来这个动作会从背后，因为这个角度有可能摆脱。职业比赛的经验，这只是个压制而已。现在这个锁的动作呢，基本上已经是地面上确实是很有招的，断开了。还剩40秒啊！这个时候如果康锦辉如果一使劲的话，就会将彻底挣脱。现在胡丹丹好像没有办法，这是全身保护，继续来锁住脖子，做断头，再做断头，把背还是不是非常合适，是相当难完成的。对方的右臂还在里头，调整一下把位，对方在极力摆脱，还有15秒，对方一定要把自己的左臂深入到这个胡丹丹的这个胳膊里面去，他才能挣脱。还差10秒钟，救开自己的脖子。对方现在是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如果摆脱以后呢，完成击胜。好，时间到了。好，这样的话，双方好像第2回。比赛来到第3回合，2回合的地面缠斗，双方体能都有点吃不消，尤其是康锦熙已经多次出招都没能达成 KO 胡丹丹的阴谋。胡丹丹面对康锦熙的再次猛冲，也有了防备之心，乱拳打的康锦熙特别狼狈，哪里还有刚刚出场时的美少女风度，简直像一个泼妇在这胡搅蛮缠。拳法打好组合，打好控制。如果再利用拳 Q 的对手也可以，这有点让人想起了唐金当年也是用拳头40几秒钟就 Q 了对手。但是呢，他有组合连环锁的这种敌击拖衬，这样呢才能使自己的拳法得到有效的发挥。这个袭顶非常痛苦的。胡丹丹呢，在芙蓉镇比赛当中啊，他也是把俄罗斯的地将维多利亚马特尤维克给他布置了一个刚才向大家看到手臂十字固，但是呢，他也是挣脱了，把握住了一线机会，采用的是把对手高高举起来拉向地面。今天在这一战当中，同样遇到的是来自韩国的康锦熙。康锦熙呢打得非常聪明，他不给你距离。裁判在一旁不停地示意不要拉围栏，这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长时间的缠抱并不会影响比赛进度，但是双方也绝对不能拽着围绳当做支撑点。到现在，康锦熙就表现出了这3板斧、1拉2拽3搂抱，这简直是将韩国人最擅长的耍赖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就算自己打不过对付胡丹丹，也别想好好度过最后的3分钟。
没想到胡丹丹遇到的这个19岁的这个小将，也是非常的顽强，非常顽强。好，这是个舍身的，我们看到康锦韩国选手就主动倒地。好，还有拖进去。今天有2个有趣的现象。这个时候呢，康锦熙呢离开围城，控制好角度。好，比赛继续。所以一直在贯彻的这个胡丹丹呢，还是用拳头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这个机会，打倒对方的机会，要创造条件。现在呢，努力完成骑乘。现在不要急于打，要完成骑乘。你看对方摆脱了，翻身非常漂亮。胡丹丹拿到了一个神步的把位，因为你没有跨住以后，你打的话呢，实际上你自己重心不稳，你这个发力啊，效果是非常有限。地面战能力啊，这也是比赛经验所致。反正现在康锦熙可能心里在想，我只要能起来，我不会被你压着，我就有机会。所以他几次起身了以后，这是当中的双方再次，小编不得不佩服康锦熙的打法太粘人了，甚至到达了惹人厌烦的程度。从比赛一开始就贯彻着搂抱战术，恶心胡丹丹。胡丹丹也想推开对手，奈何自己的体能也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只能被迫妥协，呆呆站在原地恢复体力，以此等待寻找自己反击的好机会。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女子 MMA 角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双方第3回合，来自中国的选手胡丹丹面对韩国的选手康锦熙。是的，这是第3回合在这个一场比赛。腿部的技法使用方面呢，确实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推敲。他刚才有一些外刀的机会没有发力，1分钟的时间，有吸法连续撞，很有可能双方会分开。恐怕今天的结果呢，不太出人意外的话，将会在纠缠之中结束了，双方也显得精疲力尽。好，回到场地中央，比赛继续。但是前面的这种抱拳啊，对于胡丹丹的再坚持住最后的30-40秒钟。这个韩国的选手，这场比赛我们要看裁判组3位边裁1位主裁将怎么样来进行判定。对。这重点资源呢，误入胡丹丹的。因为韩国选手呢，他虽然比赛经验不是非常丰富，但他年轻，韩国选手体能储备啊，我们这气老不气小啊。我就这么黏着你，让你无法不要抓全绳。比赛中呢，就是怎么样做到治人而不治于人，这至为关键。时间已经不多了。好，还有10秒倒计时，10秒。看来呢，比赛中出现什么惊天逆转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这样的话，双方是打满了3个回合。胡丹丹最后公布比赛结果，胡丹丹通过比分优势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大家认为胡丹丹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